前几天测试了超黄品牌的龙年限定底板，那只是968结构，最终119元的售价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，也颠覆了我对这个档次底板成本的认知。今天我们再来体验一下他家维斯结构的底板猛禽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是超黄猛禽，不是福特猛禽。这只底板的售价149元，只有不到蝴蝶维斯的2折。看看这回它能不能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。今天的配置：正手尼奥成省40度，反手骤雨 H。初上手，它的手柄握起来宽度比较正常，但是厚度是明显比正常手柄要薄的，所以维度也偏细。对于手小的球友来说，可能会比较喜欢。偏薄而细的手柄让它重心比较偏板头。底板的板面与蝴蝶基本类似。正手对攻，手感偏软，比较通透，速度和借力感一般，在中小力量下有一点内置的风格，比较稳定。正手拉球时，底板的吞吐感不错，旋转和稳定性也很好，是那种比较容易出质量的类型。底板的厚度是 6.1 毫米，比蝴蝶维斯明显偏厚。我估计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给底板提供更好的支撑。反手搭配的骤雨 H 本来就是一款偏重摩擦性能的色套，即使刷了一遍膨胀油，贴在猛禽上面的速度表现依然一般。我觉得贴上 DNA Pro H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反手的快撕和上旋拉球，如果不发力，底板的弧线是比较偏短的，只有用到5-6成力以上，底板的力量才能爆发出来。落点足够长，旋转和稳定性表现也还不错。正手和反手的下旋拉球属于比较容易掌控的类型，底板的形变很不错，发力门槛也不高，稍微发上力就能够打透底板。拉过去的球在外置底板中算是弧线较高、较为稳定的类型，旋转表现中上等水平，不过球速的表现一般。在摆短环节，较软的手感对于控球来说算是一件好事。无论是弧线的控制还是持球的手感，在外置底板中都算作比较优秀的。把一只低端的外置底板做好，我个人认为难度是比做内置要大的。100多元的外置，首先要照顾的群体就是初学者和小朋友，所以很多品牌都是追求通透的手感和稳定的持球。这类底板对于有一定发力水平的球友来说，底劲显然是不够用的。如果想让底板的刚性变强，由于成本所限，很可能会做成那种傻硬而不失球的类型。其实像猛禽这种外软内硬的处理风格，我认为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，在中小力量下牺牲了一定的速度，换来更好的持球感。而在我们发力以后，它通过加厚大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端底板底劲不足的缺点。这次通过试打猛禽，我想到了我之前测试过的施奥德绿魔，它俩虽然定位不一样，但是可以把猛禽看作是绿魔的青春版，风格非常接近。总结一下，猛禽是一款比较偏稳定的外置底板，手感通透，形变好，有一定底劲是它的主要优势。不足之处主要是手柄偏扁偏细，握起来不够饱满。另外就是在中小力量下的速度慢，弧线较短。如果我们非要和西马维斯对比一下的话，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到维斯2折的价格，其次就是稳定性和持球感会稍微好一点。它的劣势在于速度力量差一些，以及在不同力量下的线性程度有所欠缺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